大胖今天作为第一场比赛上场，先给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首先自己可能人上去有一些紧，确实自己发挥的可能我觉得就正常，可能对手的这种发挥更好一些，所以说打出几个这种漂亮球之后，自己的心态可能受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后面就是也没有咬住比分嘛。经过这场艰难的比赛之后，自己怎么去复盘总结呢？首先我觉得还是心态放平稳吧，所以说现在其实说实话。自己的这种技战术优势可能说没有说那么大吧，所以说这种还是要全力去拼对手吧，所以说不能去保。好，希望大家继续加油，谢谢。楚晴今天2场比赛，一场3-0，一场3-1，先给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第一场呢，我觉得跟他在美国大满贯有过交手，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比分也一度落后，在那一会儿的时候我记得，所以说也是对对手的这种准备上来说还是非常的充分，包括今天的这种发挥，我认为来说也很正常。我觉得保持正常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局势吧。所以说在第2局哪怕是落后，我觉得咬下来以后，对于第3局来说自己得到了很大的这种释放。第2场比赛对阵那个爱德华约内斯库。我觉得跟约内斯库也是刚交完手，我们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因为其实自己一直知道他，然后也看过他的一些精彩的比赛，我觉得他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一名选手，所以说，跟他打肯定会感觉到会非常困难，包括他也是第一场赢了梁靖昆，肯定整个的状态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呢就是林诗栋第3场赢下了以后，给予自己很好的一个释放的空间，来让自己能去更自如的去面对第4场。希望楚晴继续加油，谢谢。石头今天作为3单上场，帮助队伍拿下关键的1分，先怎么总结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自己第3场，其实这场也非常关键吧，但是可能自己没有去多想，可能更多的是想自己能否就是在赛场上专注去打好每一分嘛。其实今天其实做的还可以吧，我感觉就是在场上的专注每一分，即使第1局这么困难，然后最后能赢下来，我感觉还是在场上能够专注每一分，然后能够想好每一分的技战术吧。石头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其实可能球的状态就比较正常嘛，更多的是人的状态。可能小组赛的时候，可能整个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对抗中。越到后面，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兴奋吧，在场上。好，希望石头继续加油，谢谢。好，首先恭喜中国队3-0拿下这场比赛。莎莎今天也是第一个上场，3-0拿下，对方是削球，给我们总结一下。对，我觉得我来这打了4-5场比赛，好像我说马老一直抽的都是我第1场上场。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吧。其实对于琳达来说，我觉得之前也交手过几次，其实我觉得她在削球里面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因为我觉得她反手削的很转，她正手基本上很少削，她都是在进攻或者说在寻找进攻的一个方式下，那我觉得自己还是说在赛前还是说做好自己吧。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相对来说并没有想到能打得会这么流畅或很轻松，我觉得还是把这种纠缠啊，甚至说上来第1局有可能输，或者说上来打到不舒服的这种局面也都准备到了。我觉得整体来说今天可能在拉球方面，我觉得拉的还是点比较快，我觉得他其实也一直在寻找进攻，可能不太好寻找到自己这种一直想要达到的进攻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整体的这种感觉呀，包括现在对赛场的这种适应，我觉得还是越来越好。在经过了这淘汰赛第2场之后，自己的状态现在怎么样呢？其实随着淘汰赛，其实现在也一转眼也进入8强了。可能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跟竞技水平来说，其实我觉得都发挥的已经非常的开了吧。而且我觉得接下来的对手，我觉得会一轮比一轮越来越强。而且我觉得大家的水平也会很接近，可能更多的不只是技战术的比拼，我觉得还有思想啊、心态啊，包括在比赛中阅读比赛的能力。我觉得其实因为随着赛程的推进，其实大家的水平都会越来越接近，但我相信我们还是心态放好了。我觉得在比赛中还是不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还是以我们自己为最主要的，然后也希望我们一场场拼呗。好，中国队继续加油，谢谢。好，首先恭喜中国队3-0速胜，曼玉今天是第2个上场，给我们总结一下比赛。
我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然后我觉得依旧在场上很兴奋吧，然后在场上也是非常的专注。我觉得随着淘汰赛的进展，场上的这种氛围和气氛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紧张，所以也能够感染自己在场上这种兴奋的那种感觉。今天虽然是自己的第2场比赛，但是第2局打出了11-0的气势，是不是自己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是确实，因为淘汰赛的第2场球，可能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在淘汰赛的每一场比赛当中去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然后对于后面的比赛来讲的话，会有一些帮助吧。好，曼玉继续加油，谢谢。首先恭喜大迪第3盘3-0迅速拿下，给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我跟瑞典这个对手应该也是第1次交手，以前交手我也忘记了，但是整体来说打得还可以吧，可能一上来有点紧张吧，主要还是在接发球的时候多少有点苗吧，可能一上来这种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吧。然后通过这种第1局打完之后的调整，整体来说节奏还不错吧。那后面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好的方面是哪里？就在接发球上减少了一些无谓失误吧，可能第1局主要还是在接发球上接的不是特别好吧，可能一上来发4个吃了3个吧，所以在接发球就是调整好了之后，整体来说在后面的相持段或者是自己发球轮，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还是上风一点的吧，所以整体来说还不错吧。好，后面继续加油，谢谢。其实还是我觉得就像我之前一直所说的，我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专注，我不去想任何一些比分带给我压力还是胜负的这样的一些侥幸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我是专注在赛场上打球，打好每一分，做好自己。也没有吧，我觉得还是节奏有一些过快，因为进入到淘汰赛，包括对手给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可能想把球发得更好一些，或者说落点更精确一些，可能在那样紧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失误，就是比较正常吧，希望能每一场都正常。祝贺主心，也祝贺中国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面对卢利安的时候，第2局1-5落后，12-10逆转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比分还没有结束嘛，我觉得所以说一切都有可能。我今天可能去打好每一分，不去想着比分带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对手也是出现了一些心态上的波动吧。再次面对约内斯库，因为是在澳门刚刚打过，那这次在第2局8-11输掉之后，后2局是怎么调整？我觉得其实第2局还是自己出现了有一些过凶，或者说不够的合理，或者没有抠得很细，导致输掉了第2局。然后到了第3、4局，我觉得整个人做的比较不错，还是保持了很好的这种专注，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变化，出手也非常的坚决。注意到应该是在打完卢利安之后，自己应该是去调整了一下。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中国队应该是2-1领先了。那个时候自己的那种心态是怎么去调整的？我觉得还是临时动发挥的非常好，给予我很释放的这种空间。因为大分2-1领先，我也相信哪怕是第5场梁永坤也能去取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说给予自己这样的空间以后，自己可能发挥的会更自如一些。他的场上。其实第3场自己在团队1-1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说想太多吧，可能还是第3场上的时候是告诉自己去专注赛场，然后也是打好每一分球的，不会想着比分嘛，可能想着比分会想法会多吧，可能更多的是想好场上的技战术，然后怎么去利用。其实对于挑战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无论是挑战失败、挑战成功，其实都有经历过。他真挑战成功，其实自己我感觉也不会受很大的影响吧，还是去正常去打。是吧？可能也有一些小领先第1局，然后可能追到8-7的时候，可能然后出来也是叫了暂停吧。然后自己下来也是商量，也是如何去出手，如何去果断的去接吧。我感觉整个人不说球吧，可能整个人在场上的兴奋度，包括积极性感都比前一段要好很多吧，然后也是希望后面能自己整个人的调动要比球要是更积极。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